位于北京昌平13陵中的明茂陵是一处尚未开放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它就是明宪宗朱见深，也就是成化皇帝的帝陵。内中所埋葬的除了他本人之外，还有他的3位皇后，包括生前的皇后和死后追尊的皇后。而他最爱的万贵妃反而没被葬进来，改天到万娘坟细说。虽说茂陵没有开放，但我们在央广网的邀请之下，也得以走进其中，一窥真容，也祝愿他们的活动非一般的中国能越办越火。可惜这次我没能找到后方的宝鼎密道，那便是我本次旅途中所留下的一个小小遗憾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目前我们在这个地儿是北京13陵的茂陵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逛一逛这儿。茂陵的神功圣德碑被单独圈在了外边，难得有这么一块可以近距离拍摄的大碑。它原本附带的碑亭早就朽烂了，清朝重修时只给周边做了个清扫，但没有补盖建筑。这个院子里可以停车，别人也可以进，但只能看看外景和远景。隔着铁栏杆，我们能看到茂陵的入口是3开间的硬山顶小房子，上覆黄色琉璃瓦。等文保人员开了门，我们走近了看，还能看到眼角的部分琉璃脊兽。这就是茂陵的临恩门，也是一座重建于2009年的古建筑。如果近看大门，还能看到上边的9排9列门钉，以及上边的4个门簪。9是古代最大的阳数，在封建王朝中，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使用。既然这是重建的，当然也要按照古代的规则来了。走进茂陵，发现两侧是空荡荡的，并没有发现完整的配殿遗址，不完整的倒是有，我们能看到这样的散装土衬石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正面是灵恩殿遗址，其玉露石雕是熟悉的云纹和山纹，其后檐墙和山墙则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。它们和地上的石柱础都是明代留下的遗物，而在2009年的那次大修中，并没有重建灵恩殿，而是只对这些残墙做了加固。然后我们从侧面继续往后走，就来到了3座门，但只有左边的门可以通行。这些门的外观看起来是较为完好的，这当然和历次的修缮不无关系。3座门的屋顶覆盖着黄色琉璃瓦，斗拱是琉璃仿木结构的，在下边贴了琉璃方，在下方则是琉璃柱，四角则贴有琉璃浮雕，总之到处都是琉璃。最下方是石质须弥座。再看这边的门钉配置，它和灵恩门一样，同样是9排9列。走过这道门，就看到了残存的灵星门，这边也只剩下一对石柱子了。再往后是摆在方城前的五供，其下方为须弥座，上方的15供则仍然是炉居中，烛台挨着炉，最外侧摆放2个花瓶。五供旁边的这棵老树看起来也是颇有年头了。现在我们顺着这个斜坡准备登上方城，之前在泰陵走江岔路登城，我是走得够够的了，这次还是后边找楼梯吧。方城下方的甬道两侧散落着一些石质构件，清朝修缮时想用这些料做个门扇，但没做成，迄今它们还在这儿。从甬道走出去，就看到了熟悉的黄色琉璃影壁，这面琉璃影壁保存的可以说是相当完好了。到后边一看，怎么还是江岔路啊？但这个坡度还算是平缓，所以并不难走。登上去之后，发现此处明楼的琉璃装饰保存的还挺完好的。2009年大修之前，这边的损毁也没那么严重，但施工特别艰难，因为机械没法越过方城，就得高度依赖人力，这就是难点。明楼屋顶上的琉璃瓦也是偏红色的，屋顶则是重檐歇山顶。仔细看眼角，这边还有6个琉璃脊兽，配置也不算低了。其斗拱则是清朝更换的石仿木斗拱，看旁边的霸王拳，它也是用石头做出来的。最搞笑的是下边的柱头，这纯粹是一个石雕气氛组，这一切都是乾隆重修时弄的。虽然观感不如木构，但确实比木构更好保存。现在我们走进明楼之内，来观看此处的圣号碑，其碑座同为须弥座，仔细看仰联和复联的上边，其花纹保存还较为完好，而圣号碑正面的字则是大明宪宗纯皇帝之陵。现在我们继续围着后方的宝城转上一圈，同行的其他人大都没兴趣转宝城，也就我们2个乐此不疲。宝城后的这片区域一眼看不到第3个人，但这些树林的后边是不是梯田呢？那证明后边也是有人居住的。再往宝城内部看，就只能看到树林，看不到宝顶在哪里。其实刚才的琉璃影壁后边是有台阶通向宝顶的，这都是后期查资料时我才知道的这件事儿。终归是我看帝陵的经验不够丰富，平时光顾着见神佛了，但对于帝陵了解的就不多。不过那几个专业搞这行的博主也没说过明茂陵的宝顶密道啊，这责任得归到另外几位把头身上。这一路走过来，明茂陵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儿：新。
除了灵恩殿、灵星门这些地方是以遗址的样貌保留之外，其余的都非常完好，甚至有些构造都能看出棱角分明的感觉，这大都得益于后世的修缮。从明茂陵竣工到现在也有500多年了，这比人的一辈子要长得多。就我们这短短的一辈子里，都会见到很多建筑倾颓、破败、倒塌，而跨越了多少代人一生的明茂陵，又何尝不会面对倾颓破败的命运呢？也多亏了代代匠人的修缮，才能让如今的你我看到昔日的帝陵排场。这就是传承，它不是华丽的句子，也不是仪式感的表演，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砖一瓦。有这些东西在，那史册中的每个故事便都有了真实的佐证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